我一个正儿八经表演专业毕业的演员，让我演贪官，我一口面一口蒜，观众们集体发声，说我是被冤枉的，让我演变态，我那凶狠的样子被无数父母拿来吓唬小孩。可我在参加一档表演类综艺的时候，却被关系户顶包，本应该属于我的警察角色，却硬生生变成了瘾君子。我看着自己的瘾君子角色，一颗心彻底凉了下去。这还表演个屁呀！就在我吐槽的时候，突然一声电子音响起，恭喜宿主激活细甲容针系统，检测到宿主即将演绎的目标角色毒虫。奖励宿主成为上瘾10年的真正毒虫。我顿时为之一振，这不妥妥的起飞了吗？可是下一秒，我便感觉全身所有的精力都消失了一样，忍不住张开大嘴打了个哈欠，眼泪也止不住的往下流。考核开始，2位参赛者请按照自己的角色就位。等一下，再让我准备一下。说完扭头就跑到一旁角落处，蹲下就是一阵干呕。房间里几个人都懵了，这是干什么？此时顶替我警察角色的叶明倒是无所谓。紧张吐了吧？这心理素质也太差了。叶明进入状态，找找感觉。好累，而墙角处的我心中巨震，我感觉身体很不对劲，垮得厉害。就算没刻过白面，可是突然像现在这样，手臂爬满了鸡皮疙瘩，胃里翻江倒海，四肢发抖，浑身冒冷汗的感觉绝对不正常。联想到刚刚脑海中系统的声音，一瞬间我恢复到了正常状态，所有的不适都消失了。那一刻我差点激动的想哭出来。幸好还能切换回来，这个系统真牛逼，居然能把我真的变成演绎对象的劲，居然真变成毒虫了。陆晨，你准备好了没有？再拖延时间你就淘汰了。准备好了。接着念头一动，再一次切换到了瘾君子的身体，随后慢慢起身，转身哆哆嗦嗦、踉踉跄跄地走到了叶明的对面，一屁股坐了下去。那一刻，在场的人都愣住了。他的脸色怎么青了？随着信梦的评委一声 action， 考核正式开始。叶明演审讯人员，是一个便衣警察的角色，要求他演出犀利的眼神和强大威慑力的肢体动作。所以叶明做的4平8稳，倒是没笑脸上表情严肃，只是违和的地方太多了。比如他今天其实化妆了，而且他的眼神一点都不犀利，相反有点猥琐。在他对面的我，演一个瘾君子受审失控、药瘾发作的场面，我有10句台词都很简单。随着表演开始，我直接进入了角色，我浑身颤抖，脸色发青，坐在那里，一只手总是下意识的挠胳膊，后脖颈都是冷汗，T 恤都打湿了。同志，有烟吗？给一根。这哥们是演的还是真的？看他脸都青了，而且眼睛里啥时候多了这么多血丝？他不会真有问题吧？我真不知道你们要找的上家，同志，给我杯水行不行？你这样死盯着我，盯着我也没用啊！求你让我抽一个！我说不下去了，浑身抖得厉害，双眼充血，而且明显开始变得有些狂躁。对面的叶明换了个姿势，从一开始很嚣张的坐姿变成了谨慎的坐姿，防守的意味明显，而且看着我的眼神里完全没有戏，剩下的全都是惊恐。这家伙也是真犯了吧？也能演出这个水平？叶明突然扭头看了星梦的考核官一眼，此刻3个考核官也都面面相觑，包括角落处那2个节目组的拍摄工人，所有人都只有一个念头：这家伙好像真的引发了。我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些狰狞，不断的抹着脸上的汗，看着叶明的眼神凶厉而狂躁。想撬开我的嘴，给我一根烟，否则一屁都问不出来。看什么？你打我，你来打我！看你的眼神，一定很想打我是吗？来呀，打我，打死我！最后几个字几乎是扯着脖子吼出来的。叶明被我的眼神和神情给吓着了，下意识的起身站了起来，噔后退好几步，一脸的惊恐，椅子都撞翻了。同时3个考核官也都站起来了，吃惊的看着我。至此考核室里的气氛已经变了，眼见我的状态越来越吓人，信梦的考核官匆匆来到老考核官身旁，低声问了一句：“张老师。”老考核官张怀仁也有点慌了，没吭声，紧紧的盯着我，搞不清楚这个年轻人到底是演出来的，还是真的药瘾发作。至少到目前为止，我的10句台词已经说了7句了，尤其最后一句，那种语气上的疯狂与歇斯底里，还有最后那几句打我呀、打死我呀，全都是临时加上去的，效果直接拉满。现在老考核官张怀仁感觉自己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假如这真是演的，能让自己身临其境，甚至怀疑这个年轻人是真的药瘾发作，那这个演技未免也太深了。角落处2个节目组的拍摄人员偷偷凑在一起，我靠，李哥，这小子是不是真药瘾发作了？你管啥闲事儿？人家领导还没说话呢，你看着就得了。李哥，我感觉他好像要发狂了。万一他真发狂了掀桌子咋办？咱们上去帮忙吧。听说药瘾发作的人就像疯狗一样，被咬一口都得打狂犬疫苗。话还没说完，就听到咣当一声响，我此刻的状态已经彻底是药瘾发作，见桌掀桌，见凳砸凳，看什么都不顺眼，坐卧不宁，烦躁易怒，像一头困兽，疯狂的想要撕咬一切。我嘶吼着，猛然冲到了叶明的面前，这一突兀的举动把叶明吓得脸都白了，直接往后一躲，结果惊慌之下左脚绊住了右脚跟，扑通一声一屁股跌坐在地上。这个动作像是激活了我的炸药引线，我猛然冲过去，直接用膝盖狠狠地顶在了叶明的胸口，嘴里疯狂嘶吼：“给我抽一口！给我抽一口！给我抽一口！救命啊！陆晨，干什么？快点过去帮忙把陆晨拉开！完了，这是真药瘾发作了，赶紧跑吧！”这时我还真从叶明兜里翻出了一包烟，结果立马转身就躲到了角落处，蜷缩在地上，用颤抖的手费尽力气抽出了一根烟，手里的打火机掉地上好几回，最后勉强捡起来打着了火，用力吸了一口，脸上眼泪鼻涕口水全都混在了一起，一口烟喷出来，我嘴里喃喃自语：“抽一口，死也值了。”
场地中间，两个拍摄大哥把叶明给拖拽到了远处，地上留下长长一滩尿。叶明刚刚吓得失禁了，姓孟的急忙打电话报警。老考核官张怀仁和女考核官出于安全考虑，同时退到了后门处，没人敢靠近我，而我就一直蜷缩在角落，一口一口抽着，直到10分钟后，外面警笛声响，很快考核室的门被打开，两位身穿制服的阿 Sir 走了进来。姓孟的考核官立马迎上前去，指着角落处的我急道：“就是他，肯定是毒徒的，药瘾发作了！你看看，把我们一个参赛者给吓的。”两位阿 Sir 眉头一皱，一个掏出了电棍，一个拿出了辣椒水喷雾器，两个人慢慢靠近我。就在他们准备实施控制时，我突然扭头看向他们。那个，我问一下，喊卡了吗？两位安保大哥是提前安排好的吗？两位阿 Sir 二话没说，直接把我带走了。离开考核室时，外面上百号人都举着手机拍摄。你们听说了吗？有一个参赛者是个毒徒，结果考核内容刚好是演一个毒徒，然后这个参赛者在考核的过程中药瘾发作，太可怕了。据说把他的竞争对手吓尿了，那个竞争对手是个叫森气美男的 coser 网红主播，当场给吓尿了。很快网上就传开了，各种奇葩的帖子满天飞，但无一例外，这些内容都和我有关。傍晚天边夕阳西斜，我总算从派出所里出来了，一身轻松，不管是尿检还是血液检测结果都显示阴性，我体内根本就没有违禁物品，所以当时在考核室里所有的表现都是演绎出来的。走出大门口，身后还跟着一位阿 Sir， 就是下午亲自把我扭送到派出所的阿 Sir， 叫马俊。俩人走到路边后，马俊拍了拍我的肩膀：“小伙子，回家吧。另外，你参加比赛的事儿，我们帮你出一份证明文件，给你证明一下。”谢谢你，马 Sir。不用客气。说实话，当时见到你的时候，我真以为你是瘾头发作了，结果你这居然是演出来的，真叫人叹为观止。谢谢夸奖。那我先走了，感谢马 Sir 帮忙。节目那边还请您尽快写个证明文件过去。放心走吧。当天晚上，燕京市辖区派出所发布了官方通告，由于是在演员是什么的海选现场，把我带走的造成了相当大的舆论热度，所以警方有必要公开澄清一下。与此同时，演员是什么节目组以及燕京海选现场的负责人，包括那3位考核官，全都收到了派出所的证明文件。当看完文件内容后，晚上一起吃饭的3个考核官全都惊呆了。不是药瘾发作，所以人家是演绎出来的。好家伙，这个演绎效果简直神了！于是老考核官张怀仁和女考核官当场拍桌子定下来，晋级成功。姓孟的考核官无话可说，还能说啥？他自己都被震惊了。再说那个小网红，在考核过程中被人家逼真的演技给吓尿，就这种货色昧着良心都保不动，还是算了吧。就这样，我成功晋级了。晚上9点半，演员是什么？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初次海选成绩，燕京赛区晋级名单里，我赫然在列。与此同时，网站上还单独发了一份声明，把警方的证明文件放了上去，为我辟谣。所有看到了辟谣声明的人全都一脸懵。啥意思啊？所以是人家陆晨演的太逼真，把对手吓尿了，把考核官吓得报警了。人家是清白的，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吧？于是网上的风向瞬间转变，我的名字再一次霸占了整个热搜榜，但这一次全都是清一色夸奖我演技好。午夜，叶明心情很差，今晚不会再 cosplay 了。下午参加个海选，结果竟然被那个神经病给吓尿了，丢人丢到太平洋去了。没心情直播，但是还得打开直播间跟粉丝们说2句，这是他维系粉丝关系的法宝，必须时不时联络一下感情。于是叶明换上休闲一点的衣服，再简单捯饬一下自己的形象，将美颜和滤镜打开之后，依然是个森系美男子。搞定后打开直播间，结果今天一开直播间，他吃惊的发现在线人数竟然直接破了5万，他的粉丝数量也就30多万，平日里在线观看的人数很少，超过1万的都算大几千了。今天这是怎么了？在线人数蹭蹭的往上涨，就好像专门在等自己一样。叶明心情好了不少，对着直播镜头摆了个 pose。晚上好，家人们。临睡前明明照例跟老铁们扯2句。叶明突然不说话了，脸上的表情僵住了。直播间满屏的弹幕，评论区也都刷屏了。笑死我了！有一说一，我其实是来看主播倒立洗水的。主播，你看到海选晋级名单了吗？我听说那个陆晨已经晋级了。我靠！我看了网上流出来的视频，演技炸裂啊！秒杀一真的假的？完全看不出来是演的。有人关注到主播被下拉的片段被剪掉吗？不然主播就彻底出名了。但是现在主播也挺出名了，别人都叫你拉稀美人。来吧，主播，直播倒立拉稀。说真的，你要是不倒立拉稀，我直接脱粉了，说到做到。我靠，楼上是榜1大姐，哈哈，今晚精彩了！叶明傻眼了，榜1大姐都要脱粉了。眼看着在线观看的粉丝数量还在不断往上涨，已经快要破10万了，所有人都在起哄要脱粉。要是真的脱粉了，那叶明这个账号就得废，到时候一切从头开始。签约公司不得要他赔偿违约金，一想到那天价的违约金，叶明都感到干颤。他猛地一咬牙站起身来，看着直播镜头露出了一种僵硬而惊悚的笑，从牙齿缝里挤出一句话：好，愿赌服输。翌日清晨，我被手机铃声吵醒，迷迷糊糊爬起来接通电话，听了几句后立马就精神了，猛然从床上坐起来，脸上露出了笑意。我成功晋级了，燕京赛区海选结束，一共晋级108个选手。1个月后晋级赛正式开始，地点就在燕京市，还算比较方便。另外，演员是什么？这档综艺现在非常火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档综艺节目是现场直播形式，在各大平台同步直播，所以收视率杠杠的，不是录播。那么在播出的过程中，任何矛盾和焦点都会被无限放大，成为热门话题，很刺激。以往也不是没看过这一类的节目，但那些都是录播的，很多矛盾都是剪辑出来的，没啥意思，缺乏真实性。所以演员是什么这个综艺节目胆非常大，敢采用现场直播的方式，还是很不错的。我挂断了电话，用力抹了一把脸。昨晚我研究系统研究到凌晨4点多睡得很晚，但也彻底研究明白了我激活的这个系统有多变态。首先我有个属性面板，宿主、演员等职业1级，激活角色模本瘾君子，个人技能无，物品栏无，上面有我的状态，
很简单的属性面板。但是这里面让我极其震惊的是等级的注解。现在我是1级状态，1级状态的我需要体验30个角色模型，激活30个角色模板就会晋级到2级。那么1级和2级有什么区别？1级的角色体验全都是普通人，打个比方，像瘾君子、厨师、律师、老师等等，就是生活中的真实角色形象。那么2级呢？到了2级，我可以体验的角色就扩展了，多了一种现实世界并不存在的角色类型，比如武者所有的武侠类角色、动作类角色，可以扩展出这些特殊种类。我的系统叫假戏成真，也就是说，一旦我要演绎一个角色，系统就会把我变成相应角色的身份，并赋予相应角色的技能。因此，一旦到了2级，如果我尝试了一个古代大侠或者现代杀手的身份，届时我将会成为真正的大侠跟杀手，并具备相应的功夫跟杀人技。那么3级呢，就更恐怖了。到了3级，角色就扩展到了仙侠类，也就是说，当我尝试演绎仙侠剧时，我将被赋予真正的仙侠力量，甚至还可以具备技能。这就是假戏成真系统的奥妙，很强大。果然不愧是穿越者狐狸，哪个穿越者不是靠系统走上人生巅峰的？所以我很兴奋，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不过想走上巅峰，具备无上仙侠境界的力量，需要的时间也挺久远的。系统有限制，我的身份锁定了演员这个职业，所以我只能通过表演的形式来获得角色模板，无法自导自演，不能像作弊一样去给自己刷角色，只能老老实实的通过现实世界里的各大剧拿到角色剧本来演，又或者是像参加演员是什么这种综艺节目来获得表演的资格。好在我也不着急，既然已经激活了系统，那就慢慢来吧。1级到2级需要体验30个角色，2级到3级那指不定需要体验多少。现在最佳的升级方式就是参加这种类型的综艺，或者去各大剧组跑龙套，坚决不当大明星，也不签约任何经纪公司，因为我不需要去真正演一部电影，那太耗时间了。有些电影一个周期就要好几年，等不起。所以我的目标就是做一个史上最牛逼的龙套演员。9点半左右，我穿戴整齐，终于从简陋的出租房里出来。随后我一路打车来到燕京影视学院附近一家宾馆楼下，这里是小剧组招临时演员的聚集地，上面有很多小剧组班子，所以宾馆楼下总是挤满了人，都是那些怀揣着想成为巨星梦的群演们，每天就蹲在楼下等待着能有人来选角，哪怕是跑个龙套。这些人里有些是正经科班出身，有些是凭着一腔热血就想往演艺圈里闯的小白。这里唯一的好处就是没有中介也没有蛇头，因为挨着影视学院，基本上都是影视学院学生的天下。我赶到后同样老老实实的站在了树荫下，等着吧。宾馆里不定时就会有人下来选临时演员，每天都能有个7、8次机会，运气好的能混到工资，运气不好的也能混个盒饭。我以前也经常来，所以熟悉。刚站了没几分钟，正好有人下来了，一个小胖子穿着蓝色的衬衫，满头大汗，胳膊下都湿透了。有没有会做饭的？最起码要会煎勺的，年纪在25到35岁之间，有台词有台词。一听这话，早已等着心焦的群演们立马蜂拥而上。我会做饭，我也会，我会颠勺贼溜，但是我36了，行不行？就差1岁。我会炒饭行吗？不会颠勺的行吗？本人川鲁粤西各种菜都会做。小胖子被围在了中间更热了，而且各种声音吵得他耳朵嗡嗡响，让他心情烦躁。一旁的我暗暗好笑，这些一出来就大吼大叫的，基本上都是小白。像我这种资深的群演根本不会像苍蝇一样围过去，你得抓好时机。眼看着那些围上去乱喊乱叫的声音慢慢弱下来，我适时的喊了一嗓子：会做菜，会颠2下勺。本人26。言简意赅，把重要信息都说了。小胖子立马就注意到我了，回头瞄了一眼，结果突然神情有些古怪，不耐烦的用手推开身边的人，快速走到我面前，疑惑道：瞅你面熟呢。想起来了，你不是昨天参加演员是什么海选的那个陆晨吗？对吧？是你吧？演个瘾君子姐把阿 Sir 给招去了，对吧？对，是我。你还跟这找活呢？行，就你了，跟我来吧。得嘞。跟着小胖子进了宾馆，我也拿到了角色资料。这是个小成本的都市剧，摄制组上午刚开机，角色基本上都选完了，只是上午有个电话打来片场，第一场要拍的戏里那个当背景板，有2句台词的厨师出车祸没能来，所以给这边打电话临时再找一个，反正只是走个过场，给2句话就完事。选定了马上就得过去进组开拍。房间里负责选角的副导是个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人，看了我一眼就愣住了。小胖子连忙过去在他耳边低语了2句，副导立马恍然，原来是他，昨天都上热搜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人演绎一个瘾君子，结果把帽子多叔给招来了，也是够出圈的。小伙子有潜力啊，但是咱们这儿的需求你应该也知道吧，就2句台词当个背景板，你看看想去吗？想，那行，会颠勺吧？那一会儿就跟我们去拍摄现场，这3天可能需要你跟一下，一共有3天的戏，都是在厨房做菜，接受吗？工钱呢，照例150一天。虽然你昨天的事儿火上热搜了，但你始终还是个群演，咱们这群演的价100到150，考虑你是科班毕业的，所以给你150封顶。行，没问题。那就这样，把合同签了。20分钟后出发去片场。小胖子赶紧过来把群演的简易合同递给我，形式而已，反正对于跑龙套而言，这种合同都是约束君子不约束小人的。1天150的行情价，于是我飞快的签上了自己的大名。当签名完毕时，脑海中不出意外的响起了系统提示：检测到宿主即将演绎的目标角色，恭喜宿主成为资深顶级国宝厨师，精通川鲁粤徽等8大菜系，精通百家风味，掌握国宴做法，是满汉全席正宗传承人。哎呦我去，这么屌！浑身像是沐浴在温泉汤里一样暖洋洋的，脑海中多了无数菜谱，一种行为习惯也深深的刻在了骨子里。这个感觉太微妙了。但是现在还是切换回去吧。到了现场再露一手。1个小时后，我跟着小胖子和副导赶到了西四环一家小餐馆，这里是拍摄地，餐馆至少有20年以上了，要的就是个年代感。当我进去后看到正在拍摄的女主角时，顿时愣住，这戏里面的女主角居然就是昨天差点成为我对手的那个叫夏婉晴的女孩，看样子也是个新人了，但是好歹人家现在已经是女主角了，甭管多少成本的制作，那也是部电视剧。很快女主的戏份拍摄完毕，这个长相偏甜美范的女孩演技还是很清
青涩的。一条蹲着洗碗的戏份拍了好几条，看他在拍戏过程中的谨小慎微，我暗暗感叹，这年头新人是有多难出头啊！尤其是女孩。眼看着夏婉晴往外走了，我正打算点头示意打个招呼，可没曾想人家只是淡淡的扫了我一眼，直接过去了。夏婉晴已经出去了，我摇了摇头，释然了。娱乐圈就是这样的拜高踩低，假如是在路上偶遇，没准还会点头打个招呼，但是在片场，人家现在是女主角，我只是个临时拉来的龙套演员，这地位不言而喻啊。情商高的也许还会虚假地客套一下，情商低的就不用说了，根本懒得鸟你一个死跑龙套的。万一人家的剧意外火了，人家一炮而红，你是个啥？始终是个死跑龙套的，所以我也看得开。我站在门口一直等着，选角副导一直在跟导演低声耳语，说半天了。什么情况？难道出问题了？果然很快，选角副导走出来，来到我面前，一脸认真的说：“小陆啊，是这么个情况。我们回来之前呢，女主带了个人过来，你明白吧？就是里面那个厨师。”一听这话，我顿时恍然。我说那个夏婉晴怎么刚刚一副谁欠了他钱的表情，冷淡兼排斥，搞了半天是人家带私货，带了个人过来，想混个脸熟，这种事在片场不算稀罕，每天都在上演。我自然也没当回事，只是来之前跟这个选角副导可是签了合同。一看我眉头皱起来了，选角副导拍了拍我的肩膀，低声说：“小陆，你先别着急。虽然这几场戏里的厨师戏份只是个背景板，而且只有3天的戏份，但是导演很关注细节。里面的小伙子本身不懂做饭，在厨房里的感觉完全不对。咱们回来之前已经试过10几条了，没有一条合适的。所以导演说了，想先看看你的感觉，感觉对了你就留下，感觉不对，那就凑合着用那个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明白。你昨天演尹俊的那个片段，我在网上看到了，让人印象深刻。我不知道你是演的还是……不，反正你说你会颠勺会做饭，那现在就表现给我看去吧。得嘞。我一脸轻松地走向厨房，走动间我已经切换到了厨师的状态，后厨里我已经换上道具服了，但是没化妆。导演只是想看看我的范儿，任何角色哪怕是个龙套，你也得起范儿，起范儿了，自然就入戏了。于是后厨门口挤一堆人，灯光、镜头、相机就位，导演坐在外面看着监控器，女主夏婉晴也挤在门口看，旁边站着她带来的年轻人。年轻人看着我的背影，凑到夏婉晴耳边小声问了一句：“这咋整？”先看看，他也很年轻，厨师的范儿不是那么好模仿的，你放心吧。后厨里随着场记一声喊 Action 开拍，灶台前我熟练的开火起锅，我要炒一份蛋炒饭，非常平民化的一种食物。导演关注的当然不是蛋炒饭炒的好不好吃，而是我身上到底有没有厨师的那个范儿。结果当他从监控器里看到我起锅掌勺的那一瞬间，眼神立马就亮了，是这个感觉。监控器里我站在灶台前，动作如行云流水一样畅快，热锅滑油，再倒出去放入冷油，随手拿起一枚鸡蛋，以厨师最经典的手法，一只手轻轻一捏，直接捏破蛋壳，鸡蛋打进油锅里，1颗、2颗、3颗，接着开始快速划散鸡蛋，手速非常快，同时一只手上垫了块抹布，抓着铁锅开始颠勺，那动作那叫一个赏心悦目。真正的厨师就该是这个样子的。导演乐了，不自觉地点点头，同时挤在门口的众人也互相看了一眼，全都点头示意。这个很自然，怎么看怎么都像是一个厨子。很快厨房里完工了，一盘蛋炒饭搞定。当我从大铁勺里往外盛炒饭时，手法又麻利又迅速，锅里只剩下最后一点残余时，我还秀了一把长柄铁勺，向后在铁锅里用力一刮，反手绕了一圈，回到灶台上，把铁勺里的炒饭倒在了盘子里。就这一手，大部分专业厨师也未必能做好，很多人这一刮控制不好，力度和角度都得甩一地。门口处选角副导都乐开花了，这个专业程度他都挑不出毛病来，可以说这特么就是个厨子好吗？炒饭好了，炒饭好了，给客人端出去。外面一声喊咔，试镜结束，选角副导第一个就走了进去，拍了拍我的肩膀，可以，这个感觉对味儿了。导演也过来了，虽然脸上还保持着严肃的表情，但是眼神骗不了人，他很满意。走到后厨门口后，直接喊了一声：“就他了，赶紧化妆，正式来一遍。那个小陆啊，再炒一份蛋炒饭啊，希望感觉不要变，就刚刚那个感觉就对了。各就各位。”小夏啊，把你的戏份完成了，赶紧的。夏婉晴的声音里透露着不太情愿，只好安慰的拍了拍他带来的那个小伙的胳膊，示意先出去，至少他得把戏拍完。于是化妆师给我化妆，我的厨师必须满身都是油脂麻花的感觉才对。导演就站在一旁给出化妆意见，只听他说了几句，我就知道这个小导演是个非常较真的人。如果这部小成本电视剧的剧本还过得去，我感觉应该能挺好看。一部剧的灵魂其实大部分在导演，演员还是其次。导演指点完了准备离开，临走时扫了一眼刚刚我炒完的蛋炒饭，鬼使神差的过去给端走了。10几分钟后正式开拍，场记打板，灯光摄像忙碌起来，我都没露脸，只是在里面炒菜。后厨门口处演一个灰姑娘类型的女主，夏婉晴蹲在地上洗菜，镜头都给她了，偶尔会带一下身后的我。外面导演坐在监控器前盯着，但左手托着盘子，右手拿着一根饭勺，正狼吞虎咽地扒拉着蛋炒饭，他自己都没意识到吃的那叫一个香。2个多小时后，夏婉晴的戏份终于算过了，看导演的脸色，估计也是勉强通过。就这1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一共炒了12盘蛋炒饭。说实话，胳膊真特么累啊，但那是我从厨师状态切换回来时的感受。而当我处于厨师状态时，压根就没感觉到有力不从心的时候，也是神奇。之后又拍了几个小片段，倒是没怎么花时间。很快就到了中午，看着外面桌上摆满了蛋炒饭，今天中午所有人都吃蛋炒饭，盒饭免了。我靠，这蛋炒饭好吃啊！饭粒颗颗分明，咸淡适中，蛋皮裹着饭粒，配上一些小葱花，吃起来松软咸香。小陆啊，你以前当过厨子吗？没有，真没有。真没有，我从影视学院毕业以后就一直跑龙套了，真没当过厨子。但是平日里我自己喜欢做饭，所以就会这一手。
这样，小伙子可以的，至少你这蛋炒饭绝了。蛋炒饭不算啥，我会做8大菜系所有的菜，也会做果宴菜式，甚至是满汉全席。选角副导一口饭全喷出去了。午饭后，我一个人站在餐馆外面树荫下，等着结算工钱，跑个龙套。工钱1天1结，我的过场戏已经拍完了，所以150块到手，3天的饭钱有了。打开属性面板看看，对于自己绑定的系统，最好的提升办法就是当个跑龙套，只要能体验到不同的角色就行了，或者稍微有点名气了，可以当个群特或者前景演员，再高级点就当个特约演员足矣，完全不用去当真正的演员。不管是拍一部电影还是拍一部电视剧，耗费的时间都太长了，完全没有必要。只要简单体验过几个角色，其实我就有能力改善生活，甚至很好的生活下去。比如这个厨师角色，系统给的 buff 太夸张了，不管是8大菜系还是国宴特色，就连实传的满汉全席都能做，还要啥自行车呀？关掉属性面板，我用力伸了个懒腰，突然身后传来脚步声，我回头一看，是夏婉晴，她背着手慢慢走过来，笑着打招呼。陆晨，好巧啊，没想到会把你找来当群演。上午看到你时吓我一跳呢。是吗？那我怎么没看到你跳起来？你可真幽默。乍一看的确挺清纯甜美，有种质朴青涩的感觉，可是仔细一看，那眼神里充满了油腻感，伪装的太好了。要不是上午刚来时看到他一脸的冷淡和排斥，这回说不定真会以为他是来打招呼的，可他绝对不是。有事没事？说真的，你昨天在演员是什么的海选现场表演的那段视频，我也看了，真把我吓一跳。是吗？那个状态真是你演的吗？我有点怀疑呢。我靠，这女人！所以你有点怀疑的潜台词是什么？是说我就是个瘾君子吗？这女人是故意来恶心人的。其实在这里看到你时，我也吓了一跳。为什么？你知道这个剧组不？我只是觉得你的演技不配这部剧的女主角。你真信吗？怎么得到的女主角啊？我也有点怀疑呢。夏婉晴那张本来甜美的脸蛋瞬间就青了，眉梢直抖。她知道我的言外之意是讽刺她，能得到女主的戏，肯定是走了导演的后门嘛。这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女演员为了角色陪导演的事太稀松平常了，只是很多女演员喜欢，又当又立而已。我转身走了，没理会脸色难看、咬牙切齿的夏婉晴，反正自己就是个龙套，只演3天背景板而已。进了小餐馆，找到选角副导，很快我就拿到了今天的工钱。临走时，选角副导拉着我走到远处，明天的戏导演临时给你改动一些，给你加了点戏，加了几句台词。你不是说你会做8大菜系，会做国宴特色，会做满汉全席吗？是这么说的吧？我点点头。菜单里有一道菜叫松鼠桂鱼，你知道吧？知道。好，明天加的戏就是要做一道这个松鼠桂鱼，怎么样？有难度吗？这道菜可比较耗时，得加钱。没问题，1天1500，按照大特约的价格给你，怎么样？可以吧？哈哈哈哈，好。但是还有要求啊，你的本职工作是群演，你得把台词说好了。明天给你加了台词，一共9句话。没问题。行，那你明天好好表现。说真的，你演厨师的这个范儿，已经让我分不清你到底是演员还是厨师了。行了，回去吧，明天上午10点半准时准点。再见。外面远处树荫下，你真信他能演成那个样子？网上很多人都说那就是真实的药瘾发作现象。他过去是什么经历咱们都不知道，你还给他加戏了。导演，最后这句话那叫一个肉麻加恶心，实锤了。他要是没睡过导演，我直接把脑袋拧下来当球踢。娱乐圈就是个粪坑，没有干净人，我也从来不把自己当什么干净人，不然也不会尝试混娱乐圈了。我大摇大摆地离开了拍摄现场，打车直接回家了。第3日中午11点钟，小餐馆拍摄场地，我做好了准备，的确是加戏了9句台词，而且这一次有单独的镜头对中，甚至可以露脸出镜。这种机会对于一个刚刚毕业1年多，一直跑龙套的底层小演员来说是非常难得的经验。尤其今天还要做一道国宴菜松鼠桂鱼，后处理，我身上的国厨饭出来了。我手里的铁勺立马动了起来。中午饭点，小餐馆里吃的热火朝天的，导演和副导外加女主以及我坐一桌，桌上一盘主菜松鼠桂鱼，这道菜外酥里嫩，色泽橘黄，味道酸甜适口，吃起来口感细腻，鲜香四溢，鱼肉入口即化，配合着酸甜适口的菜汁，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所有人都吃嗨了，哪怕夏婉晴对我还是敌意甚浓。可是当她吃了一口这道入选国宴的特色菜式时，也差点惊掉了下来。好吃，太好吃了，哪怕在5星级饭店都没吃过这么有味道的鱼。真是想不明白，这家伙到底是个演员，还是个瘾君子？还是个厨子。对于我的戏份，导演相当满意，感觉我就是在表现一个厨师的本来面目，所以整个拍戏的过程中，我完完全全没有表演的痕迹，自然流畅，包括说台词都是一样的，逼真到让你觉得我就是个厨子。午饭后，导演亲自找到了我，俩人站在树荫下。小陆，你跟我说实话，你以前是不是干过厨师？没事儿，你实话实说，不影响你在我这儿的活。没有，真没干过。大学毕业后就跑了1年龙套，四处找机会都没时间，哪有时间干厨师？真没干过呀。好家伙，那你这手艺可太好了，而且你这个演绎的方式，逼真到让我分辨不出你到底是生活状态还是演绎状态。谢谢导演夸奖，借您吉言吧。导演，我今天的工钱……别急，小陆，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连夜改剧本，把你的人物角色丰满起来。你做个男5号，就演女主的监护人，
戏份的多少看情况，但是需要你一直留在剧组，大概3个月的时间。如果效果好，你也别再当群演了。我劝你千万别小看我们这个小剧组，你要知道，这后面都有大的制作公司呢。等这部剧杀青了，回头我专门找人传个厨师的剧给你，怎么样？有兴趣吗？对不起，导演。我没兴趣，你还是把今天的工钱结了吧。导演懵逼了，这么好的机会摆在眼前，他居然说没兴趣。这要是换了其他群演，有个导演说下部剧就给你攒个剧，单独给你搞个剧养养，那估计都得感动到跪地拜谢，痛哭流涕。结果这家伙居然没兴趣，就惦记着今天的工钱。小陆啊，你确定不感兴趣？不感兴趣？开玩笑，1个月后就要上演员是什么的直播舞台了，谁有兴趣在这种小成本的烂剧组里演男5号，还要跟那种拉胯的女主角对戏？导演的脸拉下来了，盯着我看了2眼后转身就走了。我无语，这素质也不咋地，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合同都签了，今天的工钱必须得给。几分钟后，选角副导出来了，迅速来到我面前，压低了声音说：“你拒绝导演的安排了。”我点了点头，还以为他会苦口婆心的劝2句，又或者像导演一样讽刺2句，结果这位却大出我意料之外。他轻轻一笑，低声说：“行，没答应也好。陆晨，我看好你，这里庙小，不适合你念经。你这样，跟我加个私信，回头我帮你找找机会。这是今天的工钱1500，再多给你800，是你中午帮忙做饭的辛苦费。行了，赶紧回去吧，休息休息。谢了，郑导，明天还有最后一天，坚持拍完啊！不管导演什么表现，我们可是签了合同的。放心，这点职业教长还是有的。那行，还有明天的戏份也是做菜。能不能给做个正宗的宫保鸡丁？我喜欢这口。成，但是得加钱。臭小子，掉钱眼里了是吧？加钱没问题。那就说好了。跟郑成握手示意后，转身大步离开了。一天赚了2300，真不错。第3天依然是中午的戏，果然像郑成说的那样，那个年轻的导演掉脸子了，一上午全程黑脸，在拍摄现场动不动就发飙，这让我摇头慨叹，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就这情商素质，跟夏婉晴如出一辙，难怪那个女人能走后门进剧组了，能睡在一张床上，说明俩人都是一路货色。我道心稳定，完全不受干扰，我的戏份也是一如既往的本色发挥，大厨风范尽显。哪怕导演想找茬，可是本色出演的情节也是一条就过。最后导演也只能把邪火发到了夏婉晴身上，因为他几乎条条 NG， 时间都浪费在他身上。中午我没有再留下吃饭，而是拿了当天的1500工钱，再加郑成私人赞助的1000块宫保鸡丁制作费。拿了钱我直接走人。那盘宫保鸡丁被郑成一个人包了，导演不好意思吃，夏婉晴也不好意思吃，他们俩都不好意思吃，别人自然就更不好意思凑上去吃了。最后郑成吃的直吧唧嘴，这味道绝了！我给自己放了3天假，因为在郑成的小剧组里，借助系统赋予的能力，3天就赚了4950，以前从没这待遇，所以我给自己改善了一下生活，吃点好的，自己买了不少海鲜食材。回到家里就切换到大厨的角色，在自己那个30平米的小蜗居做起了顶级料理，就是图个悠闲自在，真吃嗨了。与此同时，我又花了不少时间来研究系统，比如自己给自己设定角色来尝试演绎，或者以 cosplay 的方式来模仿演绎等，结果全都不好使。系统锁定了演员职业，那就必须按照职业解读来获得角色演绎机会。没招了，还是继续当龙套吧，这是最快的途径。同时1个月后的综艺直播也是个不错的途径，越来越期待了。休息的第4天，我决定继续外出跑剧组，结果一大早就接到了一通电话，是个陌生号码。接通后，电话另一头一个苍老的、略有些耳熟的声音传进了我耳朵里。你好，是陆晨吧？对，我是。您哪位啊？我是张怀仁。是张老师啊，你好你好。张怀仁就是演员是什么海选考核时那个年纪最大的老考核官，没想到他居然亲自给自己打电话，是关于综艺晋级赛的事。小陆啊，这几天忙什么呢？1个月后的晋级赛做好心理准备了吗？张老师，我就是瞎忙，晋级赛的话，我努力让自己不后悔就行了。反正我只是个刚入行的群演，没那么大的包袱和心理负担。好，小伙子心态好，不错不错。小陆啊，你知道我退休之前是做什么的吗？不知道。其实我退休之前就是燕京影视学院的老师，所以海选那天看到你的简历资料时，我是很有亲切感的。难怪海选那天他知道了叶明走后门的事后非常不高兴，并且主动跟我说话，鼓励我要平常心对待，感情是事业辈的呀。张老师，原来你也是燕京的老师啊！海选那天还得感谢张老师的鼓励。客气了，你能晋级是你的本事。瘾君子的状态演绎，说实话，我张怀仁活这么大把年纪，从没见过比你演的还逼真的人。张老师，您太夸奖了。我也就是尝试自我催眠，把自己催眠成瘾君，就那么瞎琢磨的。好小子，瞎琢磨你都能演成那样。小陆啊，我今天找你，其实是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张老师，您说。是这样，我以前一个学生，现在进了导演圈，他正在拍一部都市爱情剧。这个朋友刚入行没多久，没什么名气，但是人还不错，至少我认为他是个有才华的人。现在他的剧里需要一个大特优，可能需要进组15天到20天，只是他手头资金有限，再加上没什么名气，找不到合适的大特约。
他给我打了个电话，想找我帮帮忙，能不能找个要价低一点的？我呢就想到你了。张老师，我就一普通群演，您找我有啥用？我也不是大特约啊。小陆，我先问问你，我那个学生想找大特约来演绎一个戏份不算太多的富二代反派，就是那种标签式的人物，家里非常有钱，家底过100亿的那种，为人也是嚣张跋扈、张狂外放的性格。你觉得你有想法吗？我靠，富二代，家里资产过100亿的那种，这个可以有啊！自己演过以后，系统应该直接就把自己安排成富二代了吧？张老师，如果您信得过我，那我就实话实说，就您说的这种标签脸谱式的富二代，我真研究过，而且非常有心得。非常好，说真的，我很看好你，小陆啊，你是个有天赋的苗子，所以我也希望你有更多机会在正规剧组里磨练一下。那你来吧，我带你进组。张老师，那就谢谢您的关照了。别客气，但是小陆，我也得跟你实话实说，你去了可能不会按大特约的价格给你，考虑到资金情况，可能只会给你小特约的价格，你能接受吗？没问题的，我本来就一普通群演，能拿小特约的价格已经很不错了。那就行了，小伙子就是爽快。这样吧，你今天要是没事就跟我去一趟剧组，让我那个学生是个精，感觉对了，立刻签合同。那好，我在东方大厦楼下等你。2个人挂断电话，我心情爆爽，又有新的角色了，还是个身家背景过100亿的富二代，自己这是要脱贫了吗？至于工资，真不重要了。其实小特约300到500一天，大特约1500到3000一天，这其中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张怀仁要找的是拿小特约的价格干大特约的工作，戏份和工作量肯定很大。按照一般的特约演员来衡量，这种事通常都不会同意，因为太吃亏了。可是我就没这个问题了，我本来就不是特约演员的身份，严格来说已经是抬举我了。至于戏份，说真的，对我来说只能是一种磨练的机会。尤其现在系统在身，一旦成功演绎了富二代的角色，戏假成真后，可能我直接就脱贫致富，走上康庄大道了。东方大厦，一座5A级写字楼，其中最顶层的2个楼层被租下来，剧组实景拍摄都市爱情剧，拍摄的大部分都是在写字楼里，描写一些上班白领之间的风花雪月。这租金应该不便宜吧？我站在拍摄场地外面打量着四周的情况，剧组人不少，比之前待过的正城那个小剧组人多了不少。导演叫程景川，以前是个演员，据说演了几年的戏一直没火起来，于是索性转行当导演了。他是张怀仁的学生，手里资源还算不错。这部都市剧是他第1部处女作，投了大概3000多万，也是带着赌的性质。男主找的是一个有些过气的男明星，叫赵永帆。这个演员身上有个标签，哮天犬。他曾经因为出演哮天犬火爆大江南北，可惜除了那个形象之外，就泯然众人矣了。其实他也曾经凭借一部年代剧拿过影帝的桂冠，只是到了近几年，影视资源都向鲜肉倾斜，再加上这位嫌少炒作，从来不参加综艺捞金，这就导致了他的身影慢慢淡出大众视线，最终到了无戏可拍的地步，也是可悲。至于这部戏的女主是个新人，跟我一样都是影视学院的学生，叫江若棠。她是燕影2023年的校花，还没毕业。据说无论男主赵远帆还是女主江若棠，都是张怀仁通过关系给找来的，可见张怀仁的能力还是不小的。等了10几分钟后，小陆过来，来了，张老师。我转身匆匆走了过去，跟刚出来的程景川打了个照面。第一印象，这个程景川很瘦，戴着帽子，满脸的胡茬子，已经看不到他作为演员时的青春阳光，形象跟大多数导演的形象一样，刻意留起来的胡子，穿的也是很随意，脸上木然没有表情，这也正常。他肯定从张怀仁那知道了我的底细。不管张怀仁怎么介绍和包装，我现在始终只是个群演，还是最底层的那种群演。按理说应该是我进去见他才对，结果现在他跟张怀仁一起出来了，心里100个不乐意吧。张怀仁倒是很热心，把我叫到身边后，小陆，这就是程导了。小程，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陆晨。你好，程导。你好，张老师推荐你过来的，一会儿试试景吧，行就留下，不行你也别埋怨张老师。不会。小何，过来。来了。很快一个女孩匆匆跑了出来，一看就是个助理，忙得满头大汗的。带这个叫什么来着？陆晨。好，带陆晨去换一身衣服，一会儿让他试镜，试试赵天优的戏。好的。叫小何的女孩赶紧来到我面前，俩人这才进了场地。张老师，他有点太年轻了，我在他身上看不到一丁点嚣扬跋扈的气。试试，海选现场的视频你不是也看到了？他能把瘾君子演绎到那个地步，我相信他有这个本事。张老师，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圈子有多少人嗑药，你心里有数，他真是演绎出来的吗？未必吧。小程，我提醒过你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要随便给人扣帽子，你试试再说。程景川没吭声。你不是很信任我的眼光吗？化妆师给我简单清理了一下脸上的油渍，再补点淡妆，随后换身衣服，很骚包的粉色西服，外加格子西裤，一双奢侈品牌的皮鞋，手表戴的伯爵的，当然是仿的。我梗上一条金链子，衬衫开了领口，露出一点胸肌，装扮完毕，站在镜子前看了看自己，我眉头直皱。这什么形象？这是嚣张跋扈的富二代形象？这根本就是个沙雕形象吧？现在影视剧里嚣张富二代，那得是大人物里赵太的形象。想体现你有钱，体现你的嚣张和无法无天，根本不用外在的形象去衬托，只需要一种行为模式就能展现的淋漓尽致，那就是疯狂，无法无天的疯狂。但是穿这一身能演出无法无天就怪了。我不住的摇头，一旁的小助理小何眨了眨眼，凑到近处疑惑道：“陆先生，您摇头是什么意思？是觉得这一身不好看吗？”
我立马进了服装间，自己开始捯饬。程景川和张怀仁也很快来了。我从服装间走了出来，很简单的蓝色西服、白衬衫，唯独配了一条红色领带，头发我自己喷湿了，给人一种颓丧感。程导，我自己换。说实话，赵天骄那套行头，不像嚣张跋扈的富二代，更像个沙雕。你一个群演，说我的反派设计是沙雕，你还真把自己当绝了。程景川心里不爽，他本来是希望张怀仁能帮忙找个大特约，因为富二代这个角色虽然戏份不多，但是矛盾冲突剧烈，也算是全剧里一个小高潮。而且张怀仁帮忙找人价格好谈，最好是用中特约或者小特约的友情价，找个大特约来帮忙客串一下。没曾想张怀仁找来的人的确是小特约的价找来，可是找来的居然是个普通群演，这不闹呢吗？虽然前段时间这个陆晨在综艺海选现场上演了一出炸裂演技，甚至惊动了帽子叔叔，事后也的确澄清了人家是演的，但是可信度不高啊。你要说别的圈子里有可能，但是在娱乐圈，大家伙心知肚明，有朝阳群众天天盯着举报呢，所以谁能证明陆晨就100%是无辜的？现在张怀仁找了他来，还给了小特约的价格，他配吗？程景川反正心里不爽，总觉得这一次张老师一点都不给力，随便找了个人来糊弄自己。看着我自己搞的穿搭，程景川很想怼两句，但是碍于张怀仁的面子，最后还是忍了。怎么着也得走个过场，不然面上过不去。于是程景川把我叫到了一旁沙发上，跟张怀仁一起3个人坐下，准备简单讲讲戏，让我试试镜，同时叫人去把女主叫出来，一会让女主搭个戏。程景川的剧，富二代叫赵天意，赵家居富，百亿身家。赵天意是那种典型的花花公子，嚣张狂妄，不可一世，觉得用钱可以买一切的主，是前期纠缠女主的一个反面角色。而女主跟男主赵远帆才是一对忘年恋。赵远帆演绎一个40岁的中年大叔，女主则是刚大学毕业的公司白领，因为一个意外跟出租车司机赵远帆产生了纠葛。就这么个俗套的故事。今天让我试镜的片段，就是女主被富二代堵在公司门口的场景。剧中要求富二代表现出狂妄的、不可一世的嘴脸。就这么个场景，有问题吗？探测到即将演绎的角色富二代，恭喜宿主成为真正的富二代。我靠，真成富二代了，所以100亿财富是爸妈的。他妈根本不是自己的。这个系统一丝不苟的让人感觉搞笑，所以自己真成了富二代。但是假如自己从富二代角色里切换出来，那父母得到的财富还会消失吗？应该不会吧。算了，而且这个安排也不错。穿越到这个世界，我又一次体验到了真挚的父爱和母爱。这一世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木匠，母亲是个粮油店的职工，薪资微薄，两口子能把我抚养长大，并且考上大学，着实吃了不少苦。这也是为什么我毕业以后自己租房时，只能租外环那种老旧的离谱的一居室。不过穷归穷，我对这一世的父母感情非常深厚，尤其是母亲，所以这个结果非常好。对面程景川眼见我神情古怪，还以为我为难呢。如果感觉不行，那就算了。我可以帮你找个群演的角色，你在剧组看看，多学学也行。我恍然回神，看着程景川的眼神都变了，变得嚣张和阴厉。你说谁不行呢？我靠，吓我一跳，真是没防备。咋回事？入戏了？起范了这么快吗？而且这个感觉真他妈吓人啊！对，要的就是这个。江若棠，江若棠，来了！对不起导演，我刚刚去卫生间了。张老师，你也来了？小江啊，怎么跑得满头大汗的？眼前这个青春靓丽的女孩，就是烟影2023届的校花。虽然还没毕业，但是张怀仁有预感，这女孩以后可能星途坦荡，所以在她刚读大2的时候就给叫出来，先到剧组磨练。这个江若棠是张怀一个老朋友的孙女，算是关系户吧。张怀仁也乐意多给她介绍资源。你跟她试试戏，就剧中跟赵天瑜在公司楼下那一段，就在这里，立刻进入状态，跟陆晨试试公司楼下被堵的那个场景，有问题吗？没问题。说没问题是假的，其实有点问题，因为太仓促了。他只是个学生，可导演都发话了，尤其张老师也在，硬着头皮演吧。于是场地空出来不少人，都在外围看热闹。程景川和张怀仁坐到远处看着监控器。场景开始。Surprise！ 邵天宇，你怎么来了？看着前面不远处的我慢慢走过去，脸上并没有太夸张的神情，只是充斥着一种淡淡的不屑，嘴角轻翘。这种表现形式比较普通，但是重点来了，张开双手，左右微微摇摆，肩膀一高一低，这个姿态语言直接把那种放肆给表现得淋漓尽致。你看看他走路的姿势，这不属于教科书式的演绎方式，这是一种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放肆。小程啊，表演课的理论知识你懂得很多，但是你对表演的理解却一直都不太深刻。有时候戏不是演出来的，戏是悟出来的。这个陆晨，他的家世你知道吗？非常贫困，父亲是个木匠，有活就有钱赚，没活就没钱赚的那种。母亲是个粮油店的职工，就这么个家庭背景，你说他身上会有富二代的气质吗？绝对没有。但是现在他这个走路姿势，这种放肆，你知道是什么来的？这就是悟出来的。有时候开悟比勤奋更重要，演戏是需要天赋的。场景2，我堵住了江若棠，一只手轻轻贴着她的秀发边缘，慢慢往下滑。你在堵着我？江若棠甚至听出了那语气里森冷刺骨的威胁。就这么简单到看似温柔的动作，竟然让江若棠的心底产生了一种危机感，一种不属于演戏范畴的危机感。她真的感受到了我的侵犯，尤其我那个眼神，看似色眯眯，但是却无比冷漠。天哪，这个家伙真的在侵犯我！他居然肆无忌惮地看着我的胸口。刹那间，江若棠心里产生一种羞耻感，血气上涌之下，猛然推开我。你干嘛呀？你躲开点！
看到没有？本来不在状态的江若潭已经被陆晨带入戏中了。这个举动是本能反应，只有江若潭感觉到了陆晨真的在侵犯他，他才会有这种下意识的反应。所以陆晨应该是让他感受到了侵犯。张老师，他会不会真的借机在耍流氓？小程，你这是什么话？这像是一个导演说的话吗？对不住，我就是随口一说。他对程景川比较了解，这个学生是比较有天分才情的那种，演戏不行，没有开悟，但是当导演反而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和一种追求完美的心态。张怀仁很看好他，只是程景川也具备所有当导演的毛病。现在程景川可能盯上了江若堂，有时候对江若堂的保护已经超出了界限，这种事就没法说了。张怀仁也不是他爹，只能眼不见心不烦，所以张怀仁没再说话。俩人继续看监控片段3，我抓住了江若堂的手腕，江若堂尖叫着挣扎了几下，场面有点让人热血上瘾。一般看到有男人这样欺负女孩，路边肯定会有热心大哥上来解围的，结果突然就见到我扭头看着程景川和张怀仁坐着的方向，用手一指，眼神中带着杀气，怒声骂道：“嗨你妈呢！手机拿开！”程景川脸都绿了。这时我又扭头看向另外一侧几个旁观的工作人员，怒骂道：“瞅啥瞅！滚远点儿！”那几个工作人员也是一脸懵，因为我的眼神是真的在看他们几个，毫不怀疑。假如自己再继续看下去，他估计都得过来动手打人了，太嚣张了，嚣张到让所有人都想群起而攻之。监控器前的程景川都想炸了。刚才我就是看着他骂，他有理由怀疑我是不是在借题发挥侮辱自己。片段4，江若堂挣扎的厉害了，他害怕了，脸色发白，嘴唇也白了，拼命挣扎想要挣脱开我的手，嘴里也尖叫着求救。整个拍摄现场一片死寂，鸦雀无声，几乎所有人都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一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江若堂是真害怕了。陆晨怎么还不停手？江若堂眼圈一红，眼泪噼里啪啦的往下掉，身体都软了，全靠我的一条腿撑在他胯下，这才没滑倒。这个姿势有点羞耻，可是现在的确是被吓到浑身发软。这个人的眼神，他根本就没把自己当成是女人，恐怕只是个发泄工具吧。江若堂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就好像剧中的女主一样，真的已经被他祸害过了一次。求求你放开我！但是我始终没放手，只是带着一种玩味的表情看着他。这时监控器后面张怀仁恍然回神，那一瞬间我立马双手直接扶住了江若堂的肩膀。江若堂一愣，下一秒嚎啕大哭，所有人都震惊了，被我的演技所折服。不管是女主江若堂，还是周围看热闹的工作人员，几乎每个人都被我的情绪给带进了戏。刚才那种肆无忌惮的骂，那种嚣张放肆到无法无天的眼神，我单手掐着江若堂脖颈，一条腿顶在他胯下的下流动作，所有这一切让人直觉我就是个无法无天的富二代。只是当张怀仁喊了一声咔后，那种感觉戛然而止，我瞬间就像变了个人一样，简直奇迹。远处女主江若堂终于不哭了，在助理和几个工作人员的安慰下，坐在椅子上，呆呆地瞄着我的身影，心里翻江倒海的。就刚刚这一段戏，已经让他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之前真被我侵犯过一样，对他有种难以释怀的恨意。可是人家只是在演绎角色而已，江若堂自己也觉得怎么会这么入戏，半天都出不来。另一边，程景川心里也是复杂之极，他完全没想到我居然把一个富二代的角色演绎到如此淋漓尽致的地步。从人类的感官上来讲，刚才那个陆晨根本就是个富二代本尊，毫无疑问，而且嚣张跋扈，凶狠毒辣，太离谱了。唯有张怀仁很激动，拍着我的肩膀笑道：“小陆啊，真不错，非常不错！刚才那段演绎是我从业这么多年以来见过的最好的一次，没有之一，真的没有之一，太生动传神了。在我眼里，你完全就是无法无天的富二代。”谢谢张老师的夸奖。那个女主没事吧？感觉刚刚好像有点吓到她了。没事没事，你这也相当于给她上了一课，这可是非常宝贵的一课，交学费都学不到的。好了，小程啊，这个表演你满意吧？满意，满意。说实话，这个表演层次和功力，哪是一个群演能拥有的？小陆，你真没签过公司？没有，毕业以后就一直打杂来着。程景川心里的欲望慢慢滋生出来，他虽然之前对我有点不满意，可是现在已经深深被震撼到了。这小子有天赋，张怀仁都盛赞的一个人。小陆，说实话，你的表现大大超出我的预估，就凭刚刚那一段，我敢担保公司可以签你。你有没有兴趣？签了你就在我的剧组里磨练几年，我保证你未来会大放异彩，怎么样？对不住程导，我现在还不想签公司，还是再磨练个几年再说吧。这么好的机会给你了，居然想都不想就拒绝，你可是个群演啊！小陆，我们公司背后可是燕京文化传媒集团。我知道，张老来的时候跟我说过了。程导，谢谢你的好意。小陆，你不好好考虑考虑，在剧组磨练的机会不是更多？张老师，程导，万一我只会演绎这种富二代角色，对于其他的角色完全一窍不通，把握不住，到时候你们会不会后悔签我？一旦后悔了，再把我给雪藏了，那还不如先自己磨练几年。在我看来，当个群演跑跑龙套也能磨练自己的演技。程景川和张怀仁对视了一眼，毕竟现在不了解他，也不知道他的可塑性到底有多高。所以人家说的也对，与其冒着将来被雪藏的风险，还不如再磨练几年。这种人间独行的年轻人真不错。我越是这样，张怀仁就越喜欢我。在演艺圈里，一点都不急功近利的演员太少太少了。好，那就尊重你的意见，但是咱们以后交个朋友。如果你觉得时机成熟了，可以考虑到我们这儿来。你知道的，我们背后的实力规模不弱。好的，谢谢程导。那这次的角色呢？没问题啊，赵天骥这个角色非你莫属了，立刻签合同。另外，张老师说给你小特约的价格，我觉得稍微低了点，就给你按照中特约的价格签吧。你一定给我演出状态来。
谢了程导。两个人伸手握在一起，这一次是真的用力握了2下，随后签合同走流程。中特约的价格是600到1200一天，一贯抠缩的程景川为了给我留个好印象，直接给了800一天，戏份不多，可能要15天到20天的在补时间，完美。按照20天算，这一波就能血赚16000，搞定了所有事情，差不多就到了中午。我混到了剧组的盒饭，吃了顿30块钱的盒饭。正吃饭期间，手机铃声响起，是老妈打来的，我心里一震。通常情况下，如果家里没事，老妈一般是不给自己打电话的。难道财富来了？系统说今天午夜之前父母会得到100亿财富，但没说具体时间，会不会是现在？喂，妈，找我有事儿。儿子，忙啥呢？妈，我在剧组吃饭呢，啥事儿？哦，儿子，签了没？有一个中特约的角色。妈呀，儿子你都中特约了，不是群演了？妈，至于这么争亚吗？你儿子早晚都会摆脱群演的标签的。说了你总是不信，对我太没信心了。我对我儿子信心100倍。可拉倒吧。行了，你这个时候打电话找我，到底有啥事儿？直接说。这儿也没啥大事儿，就是告诉你一声，你姥爷突然心血来潮，不知道为啥非要回趟老家。我姥爷回老家干啥？哎，你姥爷快老糊涂了。今天突然神神叨叨的说，咱们家还有些老物件埋在老家后院子里呢，差点给忘了，今天得回去挖出来。什么物件？你姥爷说是老物件，说是有明清时期的，还有民国时期的，反正很多玉石珠宝之类的，价值100亿呢。我嘴里刚喝进去的饮料全喷出去了，一旁的张怀仁愕然看了我一眼，我连忙拿着电话起身，歉然一笑，不好意思，我出去接电话。妈，我姥爷说的价值100亿，可不是哎，你姥爷年纪大了，这2年糊涂的厉害，他非要回去，我跟你爸就陪他回去一趟，就是告诉你这事儿，省得你万一临时回家见不到我们又着急。妈，我姥爷说的这些老物质，你没有一点印象吗？你这孩子，你姥爷老糊涂，你也老糊涂，他其实就想回老家看看而已。你以为你姥爷真有那么多宝贝啊？万一有，万一要是真有，妈就都给你留着，攒着给你娶媳妇儿。行了，我挂了啊，你姥爷着急走，这会儿都下楼了。我一头黑线，好吧，所以100亿家产就是这么来的。系统你是真牛，这么骚的操作都能搞出来，用我姥爷都老糊涂2年多了，这回明白了，也挺好，至少不是来路不明的100亿财富。而且如果真是老物件，那不用多，有个10几件就能过100亿。我长出了一口气，同时也证实了一件事，那就是自己已经切换到正常状态。可是100亿财富并没有消失，还是如约而至，这就说明自己得到的状态并不是单纯的体验卡牌式的，而是真正发生在自己身上。只不过自己这个拥有100亿资产背景的富二代，未免也太隐形了。按照老爸老妈那个性格，就算真确定了那些老物件有100亿价值，恐怕也不会曝光的。不然身后响起脚步声，很轻而且慢慢靠近自己的是女主角江若棠，她神情有点尴尬，一只手扶着另外那条手臂。我转过身来，主动打了个招呼。之前的演绎方式的确是吓到这个女孩了，也不怪人家。江若棠刚上大2，还是学生心态，身上至少还保留了一些学生的青涩和清纯。江若棠努力看着我笑了一下，之前不好意思，我那个方式可能吓到你了吧，也没机会道个歉，抱歉啊，你没事了吧？没事。江若棠心松了不少，她走到我身旁，长出一口气，我是不是表现得很丢人？没有，挺好的。别骗我了。其实我现在做女主角很勉强，因为张老师是我爷爷的老朋友，程导又是他的学生，所以我才有机会尝试女主角。但是我知道自己什么水平。我没吭声，只是侧头看着江若棠，她的确是挺漂亮的，整体形象气质也不错，难怪能在艳影那种环境里脱颖而出，成为2023届的校花。一般艳影每一届的校花都能火爆出圈，所以只要运气不差，江若棠肯定也有机会大火起来。不过现在嘛，她多少有些学生心态，跟我对戏被吓哭了，甚至身体上产生了反应，这让她多少有些惶恐。我知道她的感受，也知道她出来找自己聊天，只是想消除那种心理和生理上的不适。毕竟俩人之后要合作将近20天呢，所以我索性就站在外面，跟她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起来，对后面的拍摄也有帮助。就这样聊着聊着，江若棠脸上终于慢慢看到了轻松的灿烂笑容。下午，富二代剧情正式开拍，有了我这样一个状态全开的富二代，江若棠入戏越来越快。只可惜俩人的戏份都是惊悚桥段，就是富二代一直纠缠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然后求而不得开始骚扰人家的戏码，所以江若棠动不动就被吓哭了。可是越这样，她对我就越容易产生一种生理上的自我催眠，总感觉我好像真的祸害过她身体。一下午拍摄完，江若棠已经不敢跟我对视了，在她的心里，活生生的被我的2张面孔给撕裂了，一个是阳光帅气的陆晨，一个是凶悍狠毒的赵天翼。所以拍到后面，江若棠有时候甚至会产生幻想，很想就这样被那个凶悍狠毒的赵天翼征服，因为征服过后，她就能看到那个充满了阳光笑容的陆晨了。结束了1天的拍摄，我回家了，还是很放松的，主要是别人都是拼命的寻找感觉来迎合我，而我一旦进入富二代的角色，就是恢复本性，本色出演，要多嚣张有多嚣张，所以很轻松。有时候刻意的去演绎一种情绪是非常累的。女主江若棠倒是挺感谢我，因为只要跟我搭对上戏，她几乎是秒进状态。回到自己的小出租屋里，我洗了澡，刚回到卧室，手机铃声就响了起来，拿起一看，是老妈打来的电话。我心中一动，难道是100亿财富到手？赶紧接通电话。喂，老妈，这么晚打电话有啥好事？儿子，咱们家发财了！妈，发啥财了？咱家真发财了！你姥爷难得请半天，他带我们在老宅后院挖出个窖井来，那里边全都是老物件。你姥爷说的是真的。老妈哭了，我多少有些感慨，穷了一辈子的爸妈，突然看到这么多值钱的玩意，不激动才怪呢。妈，冷静一点，淡定一点。
你仔细想想，老爷这些宝贝其实是一直都有的，对不对？对。所以其实老爷是个有钱人，那你呢？你可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妈，咱镇定一点好不好？你可是大小姐。去你的，狗屁的大小姐！儿子，你爸都乐疯了，现在还拉着你姥爷问东问西呢。那些老物件看着都挺值钱的，好像有上百件。用你姥爷的说法，可能价值100亿呢。挺好的。啥玩意儿？我说挺好的。儿子，你没听懂妈在说啥？妈说那些老物件都是咱家的，可能价值上百亿呢。我听懂了，上百亿吗？儿子，你是不是傻了？咱家现在有上百亿的宝贝，你怎么就跟没听懂似的？你不高兴啊？我高兴个啥？那些东西都是你们的，又不是我的。老爷留给你们了，你们好好改善一下生活不就好了？臭小子，我们的不是你的，我们2口子能花几个钱？没准过2年演艺闭篑一灯直接走了，那些东西不都是你的？说点吉利话吧啊！好不容易要脱贫致富了，别老咒自己。记住财不露白，有稳妥的方式就卖点老物件，给家里改善改善。你要是觉得不放心，我帮你找。改善啥？我跟你爸一个意思，这些东西都保存起来，将来留给你娶媳妇儿。又来了，我不跟你墨迹这些事儿。反正你们2口子现在是身家100亿的暴发户，你们自己看着办吧。过一阵子我回去，要是你们还没改善生活，那就我帮你们改善。儿子，妈说这些东西都留给你。妈，我要睡觉了。哎，儿子，你这小子真奇怪，咱们家有价值100亿的宝贝，不是100块，你怎么？妈，记住，财不露白。我挂了。说完直接挂断电话，把手机一扔。娶媳妇找什么急？遇不到好的谁也不能将就，总得情投意合才行。再说都100亿身家了，还留着娶媳妇，老2口估计真会把所有的宝贝都封存起来，一个也不卖。所以找个时间回去一趟，非得给他们俩改善改善不可。至于那些宝贝，我倒是不担心。老爸是个出了名的老抠，一辈子谨小慎微，每一分钱都掰碎了花。以他的性格，肯定是捂得死死的，绝对不会被人知道的。大武刚跟程景川签了合约，为期20天的戏份，拍完了再休息2天，差不多就要去参加演员是什么的直播拍摄，很期待。我闭上眼睛，一会就鼾声大作。接下来的20天时间里，我像上班一样每天到剧组打卡拍摄。这20天里，张怀仁天天都来，每天都在观摩我的场景，看得多了，心里也是匪夷所思。以他这种老资历的导师级人物，居然硬是在我身上看不到一丝表演的痕迹，就好像他人格分裂了一样。只要一开机，我立马就变成了嚣张狂妄的富二代。而导演一喊咔之后，我又迅速回到了普通人的状态，简直神乎其技。这种演技已经返璞归真了吧？导演程景川和张怀仁都很兴奋，捡到宝了。至少富二代这段戏整体完成度非常高。至于其他人，说实话挺郁闷的。男主赵远帆已经被打了好几次，是真的扇耳光，我从来没手软过。他虽然被打得有些意外，可好歹也是老戏骨了，知道我状态好，所以也只能忍着。还有一些配戏的小群演，动不动就被踹骂人都是经常事。最难过的肯定是女主江若棠，每天都被折磨。富二代的戏份重点突出个剧烈的矛盾冲突，所以她的哭戏也多。以前还哭不好呢，现在跟我对戏，那泪腺就好像被冲垮了一样，眼泪经常像断了线的珍珠似的往下掉。就这样，20天的合作期一转眼到期了，我的戏顺利杀青，晚上8点半收工。程景川直接带着相关人员找了一家饭店，大家一起吃个饭，聊聊今后的发展。程景川很想留下我，所以特意点了一些海鲜大餐，并且要了2瓶价值不菲的红酒。饭桌上，张怀仁和江若棠都在一旁作陪，众人吃吃喝喝，其乐融融。一顿晚饭吃到午夜12点多，最后我真醉了，喝的有点多，主要是看在张怀仁的面子上，这个事业辈的老人对我是真的另眼相看，而且喜爱有加，所以我也没矫情，陪他喝了不少。结账后，众人来到楼下，都有点醉醺醺的。程景川招来自己的小助理小何，小何，你负责送陆晨回家吧，我和张老师打车。那个江若涵，你跟我走。程导，还是我送陆晨吧。江若棠突然走到了我身边，很强势地把我的胳膊捞起来，架在了自己的肩膀上。一旁的小何傻眼了。江若棠晚上并没有喝多少酒，一直喝的无糖饮料，因为女演员都要控制体重，所以她很清醒。我会送他回去的。其实我住的地方离陆晨住的地方很近，而且也是顺路。我没喝酒，放心吧，我打车送他走。说完没理会众人的眼光，转身扶着我就走向了路边。程景川刚想阻止，结果一旁的张怀仁伸手拦住了他。小程啊，随他去吧，你拦不住的。程景川的手僵住，然后慢慢放下，脸上的肉不自然地抽动了2下。大家都是明白人，他很清楚今晚江若棠主动送陆晨回家是个什么样的后果，在圈里这种事稀松平常。只是程景川感觉憋气，自己准备养的号就这么被人给到了。40分钟后，江若棠满头大汗地把我给扶到了自己的住处。他压根也没想把我送回去。人跟人的相处是很奇妙的，就这么20多天时间，江若棠就被我给征服了。那是一种很复杂的心理。江若棠欣赏我，所以面对赵天翼这个角色时，他也有种想要投降的冲动，想屈服于那种无法无天的狂妄跟放肆。就是这种极端分裂的心理，让他产生了冲动，把我带回家。反正这种事早晚都要发生的。于是那一晚，我迷迷糊糊的就沦陷了。翌日上午10点多，当我从床上迷迷糊糊爬起来时，才发现这不是自己家，也不是宾馆。用力揉了揉太阳穴，仔细回想一下，昨晚的画面慢慢浮现在脑海中。我靠，是大亏了！我突然掀开被子看了一眼，朵朵桃花开，很显眼，很醒目。所以到底谁吃亏了？扭头四顾，江若棠应该不在家里。旁边床头柜上有张纸条，随手拿起来扫了一眼。厨房里有早饭，你可以吃了再走。昨晚是我主动的，所以你不用有心理负担。
我也忍不住一笑。行吧，大家都是成年人，这种没有多少感情基础的激情之夜实在不算什么负担，尤其是演艺圈。只不过那个江若棠会主动，真让我有些意外。算了，不想了。我从床上爬起来，回头又看了一眼床单上的桃花瓣，心里多少有些奇妙的感觉。这个江若棠胆子真大，就这样把自己带回家了。四处看看她的闺房，挺漂亮的，粉色调一看就是少女系。我走出卧室，在外面逛了一圈，房子不小，看样子家里多少有点资本。来到厨房，餐桌上已经放好了早餐，我顿感饥肠辘辘，立马走过去大快朵颐起来。饭后简单洗个澡，1个小时后我离开了江若棠的家。收心，这段只能是美丽的邂逅，毕竟俩人其实没啥感情，至少我对她感觉一般，除了漂亮之外，并没有什么共鸣，还是专注于系统吧。还有1周演员是什么就要开拍了，现场直播，到时候从晋级赛一直到分区总决赛，只要自己能一路晋级，至少能体验到几10个角色吧，越来越期待了。